曾是我国领土，印度侵占莫拉萨丁后，为何最后转让给不丹？我国与不丹的划界谈判正逐步推进，两国有一处争议区，名为莫拉萨丁。该地区是印度转让给不丹的。莫拉萨丁是怎么到印度手中？印度又为什么将其转让给不丹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莫拉萨丁。莫拉萨丁又被称为米拉萨丁，是中国与不丹的争议边界。该地区位于达旺以南、扎西港以东、达陇宗以西，其南部界限是中国与印度的传统边界线。莫拉萨丁的总面积约3300平方公里，约等于上海的一半。该地区位于高海拔山区，气候高寒，整体环境比较恶劣，因此并不适宜居住。常住人口仅有6000人左右。我国与不丹有6处争议区，莫拉萨丁的面积位于其中之首。不丹是一个内陆国家，只有中国和印度2个邻国，其国土面积为3.8万平方公里，全国人口大约75.6万。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，整个国家都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上，山地占全国面积的95%以上。不丹从北到南地势逐渐降低，只在南部会有一点平原区。不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，该国境内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。不丹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，农业是其支柱性产业，主要的工业部门有制造业、建筑业、电力，旅游业是其重要的外汇来源。2021年，不丹的 GDP 总量约为25.4亿美元，经济建设严重依赖国外援助，印度就是其最大的援助方。英国殖民南亚后，印度与不丹先后沦为殖民地。南亚各国相继独立之后，印度就想继承英国在南亚的权柄，将不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。自1959年以后，开始持续性援助不丹，一方面帮助其发展经济，另一方面使其养成依赖性，方便控制，最终成功控制其军事外交。而我国与不丹在莫拉萨丁的争议，也与印度和英国脱不开关系。2. 莫拉萨丁被印度转让给不丹。不丹曾是清朝的藩属国，受藏族文化影响极深。清朝时期，不丹进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期。莫拉萨丁位于藏南，靠近不丹，拥有大面积的天然草场，是我国牧民的传统牧场。这些草场对不丹牧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吸引力，引得不丹人大量东迁，进入莫拉萨丁和达旺地区。达旺地区是6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，是藏民心中的圣地，位于我国藏南，是门隅地区的核心。目前在行政上属于西藏山南市的措纳市管辖。达旺地势北高南低，平均海拔3500米，有大片丛林和灌木，这里开发较早，比较富饶。不丹人的越界行为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，双方产生了不少纠纷。不丹牧民的多次非法越界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，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展开交涉，双方在1715年签署了边境条约，正式确定莫拉萨丁的主权为中国所有。清政府同意将莫拉萨丁的草场租借给不丹牧民放牧，但是不丹人需要向清政府缴纳一定的草税，同时还规定不丹人需要合理利用草场，并对草场有一定的管理责任。这些条约保障了草场的可持续利用，也维护了当地民众的权益和社会秩序。但是这也为后来不丹索取莫拉萨丁埋下了伏笔。1757年以后，英国势力进入了南亚地区，逐步控制了印度。1772年，英国入侵不丹，使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。直到1849年，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全境。1865年，英国与不丹签订了新楚拉条约，将不丹并入英属印度。为了进一步保障自己在亚洲的势力范围，以便影响亚洲局势，印度开始试图一点点分裂西藏。1911年，西藏地区发生动乱，英国借此机会开始插手西藏。英国原本就打算在西藏建立所谓的缓冲国，利用这次西藏的叛乱，英国向当时袁世凯政府施压，迫使其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，并在未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，单方面确定了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。英国撤出印度后，留下一大堆边境问题。印度将麦克马洪线视作中印边界，与不丹签署了永久和平友好协议后，擅自将莫拉萨丁划给不丹。印度这样做有2方面原因，一方面是不丹的要求，不丹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之后，就不再向清政府缴纳草税，越来越多的不丹人迁移至莫拉萨丁，
不丹逐渐将莫拉萨丁视为自己的领土。另一方面，现代的印度版图是英国人一手打造的。印度原本是众多土邦的集合体，英国殖民后将其整合重组，形成了英属印度。印度独立后一直追求在南亚的主导地位，因此印度对南亚小国采取笼络的措施，将莫拉萨丁转给不丹，也是一种示好的手段。3. 中国与不丹的边界争议。除了莫拉萨丁，中国与不丹还有5处争议区，且皆为牧场区，都是藏南牧民的传统牧场。其中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当属洞朗地区。洞朗位于西藏亚东县，西部是西金，南部是不丹。洞朗只是一块很小的地方，面积大约109平方公里，主要地形是一处小盆地，周边多山峰。该地区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，多草甸，是亚东县牧民的传统夏季牧场。洞朗地区的主权属于中国，是毫无争议的。1890年，中英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，划定了西藏与西金之间的边界，明确了洞朗属于中国。印度官方也多次以书面形式对这一结果予以确认。洞朗位于3国交界处，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不足200公里，对印度的恒河平原和西里古里走廊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。印度一直想将这里作为中印缓冲区，因此一直阻止中部建交。